他是怎么布置出这样的阵法的？难道说这就是族长大人叫他来帮忙的原因吗？看着楚风布置的阵法，众人又惊又不解。楚风这阵法可不是寻常的结界阵法，而是以武力布置而成，且与此地气息相通。这阵法分明就是由此地传出去的，就是此地本身的阵法。这阵法应该便是楚风少侠从那长廊中领悟的吧？他不仅领悟出完整阵法，竟还可以布置而出，好强的领悟力啊！众人不解之际，那龙福来则是开口，且声音很大，众人听得清清楚楚。那长廊吗？龙福来，你是说他这阵法是从那长廊内领悟的，而不是早就知晓？听闻此话，不少人对其进行询问。他们来时自然也发现长廊内的不对劲了，但却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对，我们之所以走出来这么慢，就是因为楚风少侠一直在观察长廊内的图案符咒。他当时就说他观察出东西了，不过却也说最好用不到。看来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这是阵法，且作用为何用了。龙福来讲述道：真的假的呀？那长廊内的东西我也看了，什么都看出来啊。可对于龙福来的话，众人却仍是半信半疑。而此时楚风的催动之下，那石像开始剧烈颤动，但动作很古怪，就好像即将苏醒，但又无法苏醒一般。忽然楚风大袖一挥，阵法立刻扩大，覆盖了整座高台，是阵眼。那扩散而出的部分皆是阵眼。与此同时，楚风单手对着虚空快速滑动，一套阵法图也是浮现而出。所有界灵师能看懂阵法图的，就进入阵眼内，按照阵法图催动武力。记住，是催动武力，不是结界之力。楚风对众人说道。按照楚风说的做，龙成宇赶忙高喝一声，同时自己也是认真观察。他发现了这阵法楚风一人催动，耗费将极大，他是需要帮助了。此时所有人都望向那这阵法图，但却无一例外，皆是眉头紧锁。莫说其他人了，就连龙成宇和龙木西也不例外，以武力的方式催动阵法，本就比用结界催动难得多，可那阵法图他们看都看不懂，别说用武力催动了，用结界之力催动他们也做不到啊！你们在犹豫什么？难道这神境武技不是你们要拿的吗？见迟迟没有人助力，楚风也是有些着急了，回头看向众人怒声质问：楚风兄，我不是不帮忙，可我是真的看不懂，我看他们也是够呛能看懂。龙成宇有些尴尬的道：楚风，我也看不懂。龙滋滋说道：楚风少侠，我也看不懂啊。龙福来紧接着道，随后越来越多的人直接表态，他们不是不想帮，而是真的看不懂。这样吗？楚风此时表情也变得凝重，但似乎也能理解，图腾龙族的天才放在浩瀚修武界都是不弱的，但他们毕竟是以武力擅长，而这阵法虽是以武力布置，但却需要在结界之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悟性才行，眼见着指望不上他们。楚风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下一刻楚风突然高喝一声，此时只见他浑身上下身体紧绷，连青筋都在皮肤之中凸起，但与此同时他的体内却爆发出了极为强大的力量。只见其体内的武力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源源不断，且极为快速地融入阵法之中。楚风的武力并不强，至少在他们看来不如龙成与龙木西以及在场的很多人，可眼下任凭是谁都能看出，那阵法在楚风的催动之下正肉眼可见的变强。阵法力量加强下，那八尊雕像的眼眸不仅睁开，更是同时并射出一道光芒，光芒扫向远处的风沙，所过之处风沙不见，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没过多久，一道光芒体便被捕捉到，被发现之后，光芒体便以极快的速度想要逃脱，可那八尊雕像也同时纵身而起，但却并未同时飞向光芒体，反而只有2个飞向光芒体，另外6个飞向远处。这样的举动让人不解，既然发现目标就应该同时围堵才是，为何有6尊雕像飞向了远处？但很快他们明白了意图，2尊雕像追赶光芒体，而剩下的6尊雕像则是在前方做好了封堵。8尊雕像无形间布置一座封堵的阵型，看似松散，实则环环相扣。当光芒体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是没有退路可走。光芒体还想挣扎，可只见其中1尊雕像伸出巨手，便将光芒体抓在了手中。捕捉成功之后，8尊雕像便一跃而起，纷纷回到高台之上，而那捉住光芒体的雕像手掌也是张开。此时人们能够看到，那是一个卷轴，上面写着神境武技4个大字：成功了，我们成功了。见到这一幕，这方天地顿时被欢呼雀跃的声音所吞没，图腾龙族众天才都在这一刻而陷入狂喜，他们做到了先辈们都做不到的壮举。楚风兄弟，你可太厉害了！此时龙成宇顺利拿到神境武技之后，第一时间便冲向了楚风。至于龙木西，已经提前一步来到了楚风身旁。相比于他人，他的脸上没有狂喜，反而是一抹复杂的凝重。龙成宇起初不解，靠近之后顿时脸色大变。楚风，你怎么了？此时的楚风不仅七孔流血，肌肉都已经裂开，可他却仍睁着眼眸，凝视着先前捕捉到光芒体的方向。他已经丧失了意识，他早就支撑不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做完了这一切。龙木西说道。听闻此话，龙滋滋等人也是纷纷上前，这才发现楚风催动那阵法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此时龙成宇赶忙取出丹药来为楚风疗伤，但龙木西则是站在高台之上，看着下方的众人，少有的当众开口：你们还好意思庆祝？今日夺得神境武技，与你们有何关系？他这番话语极其尖锐，让原本充满欢呼的天地顿时变得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众人望向高台，这才全部注意到楚风的惨状。图腾龙族族人是值得骄傲，但我们骄傲的资本是源于先辈们打下的江山。你们本身有什么可高高在上的？有什么可目中无人的？话到此处，龙木西将手指向楚风，记住，今日夺得神境武技的，就是你们看不起的东域之人，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夺得的神境武技，这与我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龙木西的话语充斥着愤怒，因为如果是他，绝对不会像楚风那么拼命，因为他觉得这些人不值得，可楚风偏偏这样做了，所以他才更加愤怒。他觉得这些族人根本没有资格庆祝。数落完众人后，龙木西便走向楚风，他直接取出一颗金灿灿的丹药，那丹药一出，竟有龙影浮现。看到那颗丹药，所有人都是目光变化，他们知道
那是多么珍贵的丹药。可眼下龙木溪给予楚风服用，却没有任何人上前阻拦。他们也都明白，楚风配得上这颗丹药。之前我说楚风破阵的时候，我们只能在一旁看着，根本插不上手。还有人不信，那么现在你们信了吗？此时，龙滋滋竟也对众人开口。相比于龙木溪气愤的眼神，他的目光则是颇为嘲讽。面对他的目光，许多人都是心虚的低下了头。他们开始的确不信楚风能凭借一己之力带着龙滋滋他们通关。可现在，他们不得不信，因为就在刚刚，他们遇到了同样的处境。就在此时，一道巨大的结界门浮现，龙成宇他们知道是时候回去了。踏入结界门后，他们果然直接回到了图腾龙族的大殿之内。而此时，图腾龙族族长以及众位图腾龙族强者皆在此处等候。成宇成功了。当看到龙成宇等人走出，并且龙成宇手中还握着写着神境武技的卷轴后，哪怕这些见过大场面的大人物们，也都是面露狂喜之色。这对于他图腾龙族而言，意义非常。这是图腾龙族从未有过的壮举之一，但却少有人注意到楚风，又或者注意到了，却根本不在意。一个外人，相比于他龙族的荣耀，算得上什么？老夫早就说过，我图腾龙族当代小辈，乃我族最强的一代。此时，太上长老都激动地狂笑起来。太上长老大人，我们的确成功了，但这与我图腾龙族却并无关系。龙成宇道。他此话一出，整个大殿都安静下来。他们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太上长老更是问道：成宇，你这是何意？是楚风一个人的功劳？龙成宇将目光投向身后的楚风。此时楚风仍是昏迷状态，由龙符来搀扶着。你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是他？太上长老第一反应便是反驳，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脸色便僵住了，因为他发现对于龙成宇的话，那些小辈不仅没有一人反驳，并且许多人还面带惭愧。这让他意识到，虽然这件事情很难以置信，但龙成宇似乎并未说谎。成宇，究竟发生了何事？图腾龙族族长问道。龙滋滋，你来说吧。龙成宇看向龙滋滋，诸位前辈，此次的确全靠楚风。龙滋滋也不犹豫，直接上前讲述了经过。当人们得知经过之后，那些老一辈的脸色也变得复杂至极。虽然得到了神境武技，但他们却已经没有了之前的狂喜，因为这神境武技的得到，竟与他图腾龙族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因为那最强的关卡是楚风破的，力挽狂澜的事是楚风做的，而本该是主角的图腾龙族小辈，竟只是这件事情的旁观者。他们纷纷看向楚风，神色复杂。他们一时间之间也不清楚，这件事于他图腾龙族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了。很快，结界门一阵蠕动，又有多人从中掠出。只不过这些人可就没有了龙成宇等人的体面，他们更像是被强制性丢出来的，并且这些人都是受了很严重的伤，所有人都是昏死状态。见到这些人，龙成禄以及在场的许多人赶忙跑了上去，那正是与龙成禄一同进入第4个门却未能破阵的龙凤凤等人。好在龙凤凤等人虽皆负伤，但却并无死伤，可他们这个惨状则是验证了那神境战场内的惨烈，更衬托出了楚风的强大，这让图腾龙族老一辈们皆是感觉脸上无光。族长大人，此时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图腾龙族族长，此事我会处理，你们先下去吧。图腾龙族族长说道。而后伤员被带下去疗伤，其他人也是纷纷离去。龙成宇本想跟着龙木溪一同去陪着楚风去疗伤的，可突然图腾龙族族长却说话了：成宇，你先留下。于是转眼间，这座大殿内便只剩下了图腾龙族族长以及龙成宇父子2个人。成宇，你与楚风是怎么认识的？图腾龙族族长问道。说来惭愧，第一次见面挺尴尬的。龙成宇先是尴尬的笑了笑，旋即才将事情的经过告知了其父亲。真是想不到，初次见面你就欠了一个恩情，但只是因为救命之恩，你便如此欣赏他。图腾龙族族长问。初次见面，他不知我身份，却愿救我，可见其人心善。至于能力，在华狮山他已经展现，当然他后面所做的事，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刷新我对他的认知。此等人才，抛开我结与他的关系，我也没有不结交的道理。龙成宇道。成宇，自那件事之后，你真是长大了不少。图腾龙族族长道。也算是被那仙海少羽打醒了，做人不能太自负，要承认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龙成宇笑道。此次9天之巅，见到他了？图腾龙族族长问。见到了，他也没有计较之前的事，聊得还不错。龙成宇道。若能与仙海少羽结交，绝对是好事一桩，那孩子很了不得，日后的成就更是不可想象。图腾龙族族长道。虽说仙海少羽待人还行，但他好像没有深交的朋友，与他结交似乎并不容易。龙成宇道。这个随缘吧，眼下最重要的是与楚风交好。图腾龙族族长道。父亲，看来你也很看好楚风啊。见自己的父亲这样说，龙成宇也很高兴，他已经将楚风当朋友了，自然也希望其父亲能够认可他选择的朋友。他的表现完全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叹为观止。其实我在回来之前就已经想寻找他了，却怎样也没想到他竟就在我族之中，并且还是我儿子女儿带回来的，这也绝对是上天对我图腾龙族的眷顾，定是我图腾龙族的一次机缘。图腾龙族族长叹道。可听闻此话，龙成宇则是神态变化，不由道：父亲，您知道楚风更多的事情，毕竟他父亲都说了，本来就打算寻找楚风，那必然是之前就听闻过楚风。可楚风究竟做过什么，能让他的父亲都如此重视呢？你应该知道，我此次前往7界天河，是因何事？图腾龙族族长问道。不是有关神之时代的事吗？龙成宇问。神之时代有动静了，出现了一道门，就连在外云游的7界圣府府主都是特意赶了回去。仙海鱼族族长、苍穹仙宗宗主、神体天府府主也尽数到场，我5人联手之下开启了那道门，并且从中得到了一些东西。图腾龙族族长道。父亲，您得到了什么？龙成宇赶忙问道。所有人都知道，
神之时代的开启将改变未来的格局，当今时代的统治者们也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所以神之时代的事乃是当下各方势力最为看重的事，最重要的东西被七界圣府府主得到了，那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晓。仙海鱼族族长应该也是有所收获，为父无能，可以说是两手空空。图腾龙族族长苦笑道：“父亲，您别这样说，这东西有时候比的也是运气，您不用因此而自责。”龙成宇安慰道：“不过也并非一无所获，我看到了一个景象，应该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的价值也许比他们得到的实质性的东西更为重要。”图腾龙族族说此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尽数不见，取而代之的乃是一抹凝重。父亲，什么预言？龙成宇也是迫不及待地追问起来。我看到了未来的景象，那是一个人，应该是男人，他手持血色长剑，屹立于浩瀚修武界之巅，各方势力强者皆被其踩在脚下，要么俯首称臣，要么丧命为师。虽看不清其容貌，听不到其声音，可我能看到他是自祖武天河、祖武星域而来。图腾龙族族长说道：“父亲，难道您的意思是，日后统治浩瀚修武界的将会是一个祖武天河之人吗？”龙成宇问。那预言呈现出的景象的确如此。图腾龙族族长道：“祖武天河真的会有如此强者？”龙成宇持怀疑态度，他的父亲早就告诉过他，东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但也只是没那么简单而已。他可不相信东域会是他们的威胁，他更不相信祖武天河会有人能够将他们这些势力击败，一统浩瀚修武界，这简直太扯了。虽不能确定，可那景象给我了我一种很强烈的预感，那应该是个小辈。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听闻此话，龙成宇脸色巨变，他突然反应过来，明白了一切。父亲，您是觉得您看到的景象中的人乃是楚风？若预言真的会成真，你觉得在那祖武天河的小辈之中，除了楚风，还会有其他人能做到这种事吗？图腾龙族族长道。难怪父亲之前说想要寻找楚风了，他竟是预言之子啊！龙成宇也是发出感叹，虽然早就知道楚风不简单，可这个预言仍是太过不可思议，他也需要时间来接受。成宇，你相信预言吗？图腾龙族族长又问。都说天意难违，但我觉得事在人为，我就不信一个人他自身不努力，只要上天选中了他，他就一定能成为人上人。就像我的出身看似人上人，但依仗的是图腾龙族，依仗的是父亲命。我若不思进取，不肯刻苦修炼，离开你们，我便什么都不是。就算命好，但自己却并不能抗势，那其本身也不过是废物罢了。龙成宇说道。他没有正面回答其父亲的问题，但实际上却也给出了回答。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你有这个觉悟，乃我图腾龙族之福。图腾龙族族长道。不过父亲虽觉得那个预言不靠谱，但楚风仍然觉得结交他，只要能正常成长，日后这浩瀚修武界绝对有他的一席之地。龙成宇又道。此子不仅天赋了得，并且重情重义，他能让木西如此器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此次神境战场一行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图腾龙族族长道。所以父亲，你愿意庇护他成长吗？龙成宇问。可以交好，但也不能过度庇护，别忘了我图腾龙族也有仇家，若真的大张旗鼓的交好，他也是会因我图腾龙族遭受牵连的。图腾龙族族长道。我明白了。龙成宇点了点头。对了，成宇，仙海鱼儿的事情你听说了吗？图腾龙族族长又问。仙海鱼族的小公主，据说是一个贼好看的小美女，而且在太古星海入口石碑上面呈现出了她的名字。原本以为仙海鱼族有仙海少羽已经未来可期，不曾想仙海少羽的妹妹同样可怕。神之时代，仙海鱼族还真是占尽先机啊！龙成宇感叹道。那你想不想见见这仙海鱼儿？图腾龙族族长问。父亲的意思是，龙成宇还不确定事情，但却已然目露期待。哈哈，别想太多，可不是联姻这种好事。仙海鱼族族长可把他那宝贝女儿保护得好着呢。苍穹仙宗与神体天府都曾提出过联姻，但他可都是以其女还小而拒绝了。甚至我听闻，向来以不与外族联姻闻名的七界圣府也对仙海鱼儿动了心思。图腾龙族族长说道。仙海鱼儿如此天赋，他们动心思也是正常，嘴上喊着不与外族联姻，怕影响血脉传承，实际上不就是看不起我们一群界灵师，搞得好像浩瀚修武界主人一样。但现在最强的小辈可不是他七界圣府的界灵师，总有一日他们会明白，这浩瀚修武界之所以叫浩瀚修武界，就是因为这是修武者的天下，而不是他界灵师的天下。提起此事，龙成宇目露不屑，且颇具怨念，但很快又问道。那父亲，你为何问我想不想见仙海鱼儿啊？他对仙海鱼儿当真很是好奇。我准备带你们去太古星海一趟，若是有缘，不就能见到了？图腾龙族族长笑道。啊，那应该很难吧？龙成宇撇了撇嘴，先前的期待顿时一扫而空，但很快又问道。去太古星海做什么？有一件事需要处理，但我犹豫要不要带楚风去。图腾龙族族长道。需要楚风帮忙吗？龙成宇道。是七界圣府府主要我帮一个忙，这件事需要小辈，但他却只要我图腾龙族族内血脉强横的小辈，并且这件事是保密进行，其他势力应该并不知晓。图腾龙族族长道。与七界圣府联手，还是七界圣府府主所托付？父亲，到底是什么事啊？龙成宇好奇地问道。还不得而知，但若只是小辈可以踏入的地方，我想楚风应该可以帮忙。图腾龙族族长道。那七界圣府府主也去？龙成宇问。他应该已经到了。图腾龙族族长道。父亲，我建议带楚风去。神境战场的事情您是没有见到，您若见到了，就知道楚风有多逆天了。可以这么说，现在同辈之中只有2个人让我自叹不如，一个是仙海少羽，另一个便是楚风。龙成宇道。好，那就带着楚风，不过不要告诉楚风具体事情，也不能让他知道是与七界圣府合作，这件事还是要保密的。待我见到七界圣府府主，我先询问一下他能否带楚风同去，若是他不同意，那便让楚风在外等候即可。图腾龙族族长做出了决定。楚风在神境战场的伤势比想象中的重，楚风陷入沉睡许久，当他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发现独自一个人躺在疗伤的床上面。楚风，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你这家伙
我都叫你不要那么拼命了，你干嘛不听？见楚风睁开眼眸，女王大人的声音第一时间响起。的确，在当时楚风决定一己之力催动那阵法的时候，女王大人就劝阻过楚风了，但楚风却不听，明知道会付出一定代价，却还要帮助图腾龙族拿到神境武技。别骂我了，我可是负伤之人啊！况且我这不是没事吗？而且我感觉我现在体内的力量怎么异常浑厚？等一下，我查探一下。楚风说话间便观察自己体内，这才发现自己体内积攒了大量的药力，极强的药力。见状，楚风赶忙将运转功法将这药力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存储于丹田之内。看来是图腾龙族为了帮我疗伤，给我服用了不少好东西啊！谁能想到负伤苏醒，身体竟比之前还健康了，给我一个契机，修为都能突破。楚风感叹道：“那也是应该的，你可是帮他们拿到了神境武技，而且那神境武技一看就不简单，肯定价值连城。”女王大人抱着肩膀，撇着小嘴，她还是觉得楚风很亏。其实我非要催动阵法，也是想借助那雕像力量，更深一步观察神境战场的。楚风说道：“那可有观察到什么吗？”女王大人问。有，神境战场非常浩瀚，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虽然我看不到深处，但可以确定在那深处必然有着更多超乎想象的好东西，搞不好还有其他存在。总之，神境战场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深不可测，那感觉堪比天庭圣殿。楚风叹道：“这么厉害？”听闻此话，女王大人倒也有些好奇起来。我们怎么在战船上面啊？忽然，楚风从床上蹦了下来，因为他向外观看，发现自己不是宫殿之内，而是在一艘战船之中。因为眼下这艘战船之外的景色乃是空间隧道，这说明他们正在远古传送阵之中航行。楚风，你醒了！忽然，紧闭的房门推开，在那门外竟聚集着不少身影，全部都是小辈。毫无意外，龙木西、龙成宇姐弟俩首当其冲，但意外的是，龙福来、龙滋滋也在其中。且与初见楚风不同，龙滋滋他们此时脸上竟有着担忧与喜悦交织的复杂情绪。哟，这么多人对你的看法都变了呀！女王大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我倒是觉得，能够对有实力之人改变看法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有实力的人，不会将鄙夷变成尊重，而是将鄙夷变成嫉妒与仇恨的。楚风说道：“那倒也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坏，龙滋滋他们这种只是目中无人习惯了，但还有的救。”女王大人也赞同楚风的看法。楚风刚刚伤愈，大家先不要打扰。龙成宇丢下这句话后，便与龙木西一同进入房间，随后关上了店门，将其他人拦在了外面。楚风，我父亲说你需要安静的休息，所以我们才在外面等候的。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龙成宇关切地问道。感觉很好，比之前还好，多亏了你们给我服用的好东西了。楚风直言不讳地说道。他知道他体内积蓄的力量必是极其珍贵的丹药，甚至可能是无价之宝。楚风兄弟，这都是应该的，若不是你，我图腾龙族此次不可能有如此收获。对了，楚风，有一件事还要与你商量。随后龙成宇便将他们此行要前往太古星海这件事告知了楚风，并且也明确地说了，之所以带着楚风一起，就是有可能还要继续楚风帮忙。楚风兄弟，此事挺唐突的，你若不愿意，我们也能够理解，你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遵从内心即可。龙成宇提及此事确实是有些过意不去，毕竟他们是在楚风昏迷的时候就已经出发了，有点先斩后奏的意思。当然可以，若是需要我的话，我在所不辞。楚风说道。楚风，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够意思。见楚风应下，龙成宇也是咧嘴大笑起来。可有人欢喜，有人忧。在龙成宇高兴的同时，女王大人却不乐意了。干什么啊？没完没了了！刚帮他们拿到神境武技，怎么又让你去什么太古星？咦，太古星海是小鱼儿之前征服的那个太古星海吗？女王大人问。浩瀚修武界应该不会有第二个太古星海了吧？楚风道。哎呀，你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快问问！女王大人此时明显来了兴趣。成宇兄，我们要去的太古星海可是仙海鱼族小公主仙海鱼儿征服的那个？楚风问。对对对，就是那个。龙成宇猛地点头，但很快表情又变得猥琐。哎呦，楚风兄弟，你竟然也知道仙海鱼族小公主，看来我们是有共同爱好，都喜欢看美女啊。听闻此话，龙木西瞪了龙成宇一眼，但龙成宇却无所谓，继续说道：我是真的很想看一看仙海鱼族小公主到底有多好看，反正传闻可是非常好看，是仙女中的仙女。悄悄告诉你，我听闻仙海鱼族小公主如今仍在太古星海，我们是有机会见到她的。龙成宇此话一出，还不待楚风做出反应，女王大人便在界灵空间内兴奋的大喊大叫起来：太好了，终于能见到小鱼儿那丫头了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呢，那小丫头长大后一定很好看。女王大人一脸的期待，这个架势，就算图腾龙族现在想改变航线，估计女王大人都不同意，会见到吗？此时楚风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了与小鱼儿初见时的场景，那时的楚风还是真正的毛头小子，在东方海域那种地方都有诸多势力可压在他的头顶，他过着的可是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可哪怕是如此，当他看到小鱼儿的时候，也非常想要保护好那个无忧无虑且天真浪漫的小丫头，因为那时的小鱼儿就好像不属于修武者的世界，非常的与众不同。而后来当小鱼儿的家人来接他回家，那具手撕裂虚空的一幕更是影响了楚风多年，直至今日再想起来仍觉震撼。但不同的是，楚风现在与那等强者的距离其实也没那么遥不可及了。经过一番赶路，楚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太古星海。此时太古星海汇集着不少人，但图腾龙族的战车与战船皆是隐藏结界守护，所以外人根本不知道图腾龙族的人来了。那真的是太古星海吗？怎么跟沙漠一样啊？此时不少小辈感到疑惑，既然叫海，自然应该是一片汪洋大海，可
可眼下浮现在他们眼前的，乃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非要说区别，就是这荒漠的沙子比较洁白，且没有一丝烟尘。沙漠之上也是没有一点锋利，平静的有些诡异，甚至若长久观看，会让人心生沉默压抑之感。最主要的是，那片沙漠没有人踏入，也没有人御空而行，所能见到的修武者都站在沙漠之外，似是在忌惮什么。真正的太古星海，唯有夜晚才会呈现，并且也要看时机，不是每个夜晚的太古星海都可以进入。至于白天的太古星海，更是禁区，只要靠近便会被吞没。图腾龙族族长这番话解释了为何那些武者不敢靠近太古星海了。父亲，那太古星海入口的石碑也要夜晚才会浮现吗？龙成宇好奇地问道。那倒不是，只是那个石碑此时太远了，需要特殊手段才能看到。你们将这个抹在眼睛上，然后向这个方向看，认真寻找，便可看到。图腾龙族族长说话间，将一片片叶子递给了在场之人，同时指向远处的一个方向。楚风已经尝试用天眼观察，但那沙漠远比他预想的宽阔，他也看不到尽头。图腾龙族族长递过来的这片叶子是有特殊力量的。楚风用这叶子擦了一下眼睛，顿时双眼可视距离变得极远，那是超越修为的可视距离。楚风再向图腾龙族族长所指方向观望，很快，一块巨大的石碑浮现在眼帘，很大，那石碑非常之大，明明距离如此之远，却能感觉到它的巨大，可想而知，真的靠近它，自己将何其渺小。那石碑上方写着太古星海入口6个大字，笔锋极其霸道，可见留下此字者必然是极为利奥德的存在。可忽然，阵阵惊呼响起，怎么回事？仙海鱼族小公主的名字呢？那模糊的4个字是她的名字吗？而此时，不仅楚风看到了那石碑，其他人也都看到了，所以才惊呼一片。同时，楚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按照传闻，这入口石碑上面应该已经浮现出了仙海鱼儿的名字才对。可现在，仙海鱼儿的名字虽然还在，但却非常模糊，甚至模糊到许多人分辨不出。同时，在仙海鱼儿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模糊的名字，那个名字对比仙海鱼儿更加模糊，哪怕是楚风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字。但那个名字是2个字，那是名字吗？女王大人问。应该是。楚风道。为何又有一个名字？难道是有人在与小鱼儿那丫头争？女王大人问。争这个字也是输入了楚风的心中。那石碑上浮现名字，往往代表有人征服了那片海域，如今名字模糊不清，又有新的名字出现，多半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仙海鱼儿遇到了对手，还有人也具备征服太古星海的实力。实际上，不仅楚风与女王大人这样想，眼下战船上的其他人也都这样觉得。楚风张开耳力，收集下方之人讨论的消息，得知最初那石碑上面就只有仙海鱼儿一个人的名字，并且字迹清晰，是在前些10日才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的，但那个名字很是模糊，看不清具体是谁。但当那个名字出现之后，仙海鱼儿的名字也变得模糊起来。而最为诡异的是，虽说太古星海不是每个夜晚都可以进入，但一般来说10日时间内起码有3日时间是可以进入的。可自从那入口石碑发生变化后，太古星海夜晚虽会呈现，但入口却一直不再开启。难道说还有其他天才闯入了太古星海？他与仙海鱼儿形成了竞争之势，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啊！此时，就连图腾龙族族长以及诸位长老也是猜测不断，他们都意识到了太古星海的变化并不简单。而眼下大家一致认为的就是仙海鱼儿可能遭遇了对手，只是能够同样将名字呈现在那石碑之上，便足以证明此人的不简单了。小鱼儿遇到麻烦了吗？相比于其他人单纯的好奇，楚风的内心则是开始担忧起来。时间流逝，当天空逐渐暗下来之后，那沙漠竟发出点点光芒，天空越来越暗，而那沙漠则是越发璀璨。人们终于知道为何此地命名为太古星海了。漆黑一片的无边世界中，却尽是点点光芒，那感觉就真的像是一片星海呈现在了眼前。不仅是星海，那白天只能通过特殊手段才可以发现的石碑，此时只用正常目光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虽然距离仍然很远，可它却以虚影的方式呈现在了众人眼前，那感觉就像是很近一般。可情况却是一样的，那上面仙海鱼儿以及仙海鱼儿对手的名字都是模糊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此时的太古星海虽没有任何界限障碍，但无形之间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父亲，这样的太古星海也是不能踏入的吗？龙成宇问道。这样的太古星海是进不去的，若是强行进去，会受到无形力量的压迫，轻者负伤，严重了会有生命危险。而太古星海可以进去的时候，太古星海会如海水一般流动，而那入口石碑处会有漩涡，漩涡滔天之势呈现，且具有磅礴的吸力，不管踏入太古星海的哪个位置，都会被那吸力捕捉，强行卷入漩涡之中。那个时候，只要落入太古星海，想不进去都不行。图腾龙族族长解释道。大家只是看个热闹，反正又进不去，所以看了一会后，大家便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了。转眼间，这战船的船头便只剩下了楚风以及龙木西2个人。龙木西也没有与楚风说话，只是坐在旁边翻阅着书籍，唯有楚风一直盯着那太古星海观察。楚风兄弟，你怎么还在看呢？你是发现了什么吗？此时，龙成宇走了过来，手中还端着小菜与酒，看那样子是想在这里与楚风小酌2杯。我好像真的看出了一些什么，但是不能确定，要不要去看一看？楚风此话一出，不仅龙成宇双眼变得明亮，就连龙木西也是将目光从书中移出，落在了楚风的身上。楚风兄弟，你发现了什么呀？龙成宇说话竟变成了暗中传音，就像是很怕这件事被其他人知道一样。走，我们去看看。楚风说话间便向太古星海的方向飞掠而去。见状，龙木西与龙成宇也是立刻御空而起，跟了上去。明知道此时的小太古星海很危险，可他们2个却没有一丝迟疑，对楚风有着绝对的信任。而与此同时，在战船之内也有2道目光注视着楚风3人，其中一位乃是图腾龙族族长，而另外一位便是9期龙战之首的龙须大人。
族长大人，龙须大人有些担忧，毕竟那太古星海没有开启的时候是不可以踏入的。无碍，他们3个应该还不至于进去了就出不来。图腾龙族族长此话一出，那本想阻拦的龙须大人倒也不好再说什么，但眼中仍是有些担忧。但眼见着楚风3人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前，竟皆是面色不改。龙须大人也是有些诧异，族长大人，他们怎么不受阻碍？难道太古星海的压迫消失了？龙须大人问，你去试试看不就知晓了。图腾龙族族长笑道。听闻此话，龙须大人则是眉头微皱。太古星海只有小辈可以进入，年龄越大，遭受的压迫便越强。他之前不信邪，在超越100岁之后，曾感受过太古星海的压迫，那感觉他并不想再尝试第2次。而族长之所以这样说，便代表着太古星海的压迫还在。忽然，龙须大人想到什么，不由道：他们该不会是发现了特殊的行进之路吧？他猛然想起，刚刚楚风3人前行，并非是以直线，反而是像是在顺着一条无形的道路前行，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楚风那孩子不是已经说，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图腾龙族族长道：真的假的？他这个修为，能在太古星海这种地方发现其他人发现不了的东西。龙须大人表情变得不淡定了。这件事情传出去，根本没有人会信，可是他却偏偏开始信了，因为楚风似乎真的具备这种能力，但也正因信了，他才会如此反应。先是神兵被其征服，而后更是在神境战场以一己之力帮图腾龙族拿到神境武技。如今在太古星海，竟也能发现不受压迫的行进路线，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都在证明着楚风之前的表现绝非偶然，而是此子是真的非常逆天。虽然不知道7届圣府府主究竟需要我们做什么，可带楚风这孩子来，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图腾龙族族长也是发出一声感叹，其实在他的眼中，也同样有着一抹金色。楚风3人向太古星海前行，因楚风找到了安全行进的路线，起初的确没有任何压迫，可是随着3人深入，哪怕在安全路线之内，那压迫感也是随之传来，却逐渐加强。龙木西表情越发艰难。木西姑娘，你怎么样？楚风赶忙问道。我好像不能继续前行了。龙木西直接道。楚风，你继续走吧，我留下来陪我姐。龙成宇道。虽然说他此时也是面露艰难，可看样子还可以继续前行，但为了七姐姐安危，他还是选择留下。我先送你们回去。楚风道。因为那条安全路线是不断变化的，龙成宇2人若是按照来时的路向回走，那等于找死。而龙木西此时已经有不适之感，让他留在原地显然也不是办法。楚风，没事，我们在这里等着即可。龙木西道。走到这里也花费了一些时间，他并不想让楚风白白浪费。楚风看着龙木西笑了笑，旋即看向龙成宇，成宇兄，带着你姐回去。说话间已经向回行去。见状，龙成宇也是笑了笑，旋即直接搀扶起龙木西。龙木西倒也没有抗拒，之所以拒绝此时返回，本就是不想给楚风添麻烦。既然楚风执意要先带他回去，他自然只能同意。很快，楚风便将他们2个走出了太古星海的范围。离开太古星海，龙木西与龙成宇的脸色也是开始好转。还要再试试吗？楚风对龙成宇问。他不确定何时能到终点，但他觉得龙成宇还是可以继续前行一段的。算了，我感觉我是够呛了。虽然我也想知道顺着那条路一直走到底有什么，可只能由你带我去看了。不过楚风，你也莫要勉强。龙成宇道。放心，我心中有数。随后楚风便独自一人再度踏上刚才的道路。姐，不想和楚风玩了。忽然，龙成宇道。龙木西没有说话，但却疑惑地看着龙成宇。楚风他太变态了，我和他在一起久了，都快没自信了。龙成宇笑道。这句话明显是玩笑话，可却也道出了他的无奈。他之无奈，便是与楚风的差距所在。听闻此话，龙木西竟少见地对着龙成宇笑了，且道：习惯便好。楚风再度踏入太古星海之中，按照他发现的行进路线继续前行，且最终达到了终点。这个终点处便是那个石碑所在的位置，虽然仍有一段距离，但正常视线下，那石碑已是清晰可见。没路了吗？女王大人问。没了。楚风道。女王大人不再询问，因为他此刻帮不到楚风，只能靠楚风自己。楚风看了看石碑，却发现石碑上面什么都没有。于是楚风向前一步，离开了那安全的路线。可刚刚踏出去，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便随之而来。那压迫感比此时他在安全路线内承受的强烈10倍不止，哪怕楚风也是疼得浑身肌肉绷紧。这种压迫哪怕是他也无法长时间承受，但真正令楚风退缩回来的，除了那深入灵魂的压迫，还有驱逐的力量。楚风若长时间待在那种力量下，会被强制驱逐出此地。他本想靠近那石碑，近距离接触，但眼下来看是不行了。奇怪，石碑上面什么都没有啊，为何到这里就停了呢？楚风不解。楚风，会不会线索不在石碑上面？女王大人道。对，有这个可能。女王大人的话，楚风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将目光从石碑移开，开始观察四周。终于，楚风发现了一个地方。发现了什么吗？见楚风注视一个地方许久后，女王大人问。因为在他的视线来看，那里不过是太古星海上方的一片区域，肉眼来看什么都看不到。那里好像出现过什么，但已经消失了。看来是我来晚了。楚风道。啊，所以白跑了一趟嘛。女王大人问。看来是这样的，不过无所谓了，毕竟不可能天下间的所有好事都被我们赶上。楚风笑了笑，旋即便离开了此地。楚风，怎么不用天师浮尘试试？女王大人问。天师浮尘乃天师神宗秘宝，此宝物乃探索遗迹之神器，只是此物具有自己的灵智，很多时候都不愿意给楚风帮助，可只要他愿意给楚风帮助的时候，那楚风一般都会有所收获。但在刚刚那里，我总觉得有点不舒服。楚风道。不舒服了吗？是那压迫造成的，那你快点离开吧。听到楚风说不舒服，女王大人有些慌了，根本不在意此地有什么了，只希望楚风快点脱离此地。不是那种不舒服，而是有一种直觉，好像不只有我在这里，总感觉拿出天师浮尘的话，我可能会有危险。楚风说道。听闻此话，女王大人也是有些意外，那便赶快离开吧。女王大人催促道。直觉这东西很不可信，但却玄妙，可往往这东西
有时候还挺准，就像是一种预知的本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也就是在楚风离开之后，先前楚风所在的地方，空间一阵蠕动，竟有一道老者的身影浮现。那是一个白衣老者，虽面容苍老，可却仙风道骨，宛如仙人临世。他的精气神世间少有。他打量着楚风，若有所思。忽然，其身形一纵。楚风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离开的太古星海，他不过片刻之间已经离开了。此时，图腾龙族族长还与龙须大人注视着外面，在等待楚风归来。他们也想知道楚风能发现什么。可忽然，图腾龙族族长神色一动，随后与龙须大人交代了一下后，便离开了战船，来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地带。当他来到这里之后，一道身影便浮现而出。此人显然已经恭候多时，提前在这里了。而这个人正是先前那位在太古星海石碑不远处注视着楚风的那位白衣老者界府主。图腾龙族族长此话一出，直接道出了这白衣老者的身份。原来他便是七界圣府府主。图腾族长要你帮的忙，还要再等一等，时间到了自然便会通知你。七界圣府府主道。听闻此话，图腾龙族族长不解，既然还要等一等，直接让他等着即可了。现在与他见面，又为何意？虽不知何意，但既然见面了，刚好图腾龙族也有一事要说，他想询问一下，能否带着楚风一同去做这件事。可还不待图腾龙族族长开口，那七界圣府府主便忽然问道：“那个楚风，你熟悉？不是很熟悉，只知来自祖武天河，此子天赋极佳，且有小儿小女关系，乃是朋友。”图腾龙族族长道。七界圣府府主没再接此话，而是道：“图腾族长，待到需要出发的时候，我会传消息给你。”言外之意，他可能不会再露面了。但此话说完，又立刻补充道：“对了，让那楚风与你图腾龙族小辈同行。”随后，七界圣府府主便离去。此刻，图腾龙族族长终于明白为何七界圣府府主要见他了，原来是因为楚风。难道楚风进入太古星海的一幕，他见到了？这是图腾龙族族长能够想到的最大可能，但倒也没有多想，反而笑了笑。不管是什么原因打动了七界圣府府主，但反倒是省去了他的麻烦。毕竟他也是希望楚风能够与他图腾龙族小辈一同前去的。当图腾龙族族长回到战船之时，楚风也已经回到了战船之上，正在为龙成宇与龙木西讲述着他独自前往太古星海的情况。于是图腾龙族族长并未直接现身，而是隐藏身形，暗中听着楚风的讲述。楚风只是讲述了，他走到了尽头处，并未讲述他觉得石碑不远处的空间处可能存在过什么，但如今已经不在了。毕竟这只是楚风自己的猜测，而大家也都奇怪，为何在这太古星海上面会有一条这样安全的路线，可那终点处却什么都没有。左思右想，也都觉得可能是那里隐藏着什么秘密，只是连楚风也发现不了罢了。虽白跑了一趟，可楚风仍会注视着太古星海，他总觉得太古星海很神秘，哪怕如今已是半神境的高手，可太古星海给他的感觉却仿佛修武之道一般，无边无际，深不可测。楚风仍想从中窥探出一些什么，忽然楚风目光变化，紧接着下方的人群也变得嘈杂起来，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太古星海的变化。星海之中有红色的雾气升起，不是某片海域，而是整片太古星海都有红色雾气升起。那是什么？莫说旁人，就连图腾龙族族长也被那红色雾气所深深的吸引。红色雾气越来越浓，已经覆盖了整片海面，甚至连夜空都被映照成了血红之色。先前还美轮美奂的太古星海，此时一眼望去诡异且恐怖。不仅如此，那红色雾气竟像是有灵性一般，开始汇集而去，最后缠绕交织，如旋风一般盘旋升起。战船退后，原本是隐藏状态的图腾龙族族长忽然现身，落在战船之上，而他一声令下，这巨大的战船也是向后退去。父亲，那红色的是什么？龙成宇也是紧张的询问道。他父亲居然下令退后，想必可能是知道什么，不确定那是什么，但根据史料记载，太古星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图腾龙族族长说道。楚风小友，你可有观察出什么？随后图腾龙族族长看向楚风，因为眼下的动静很大，几乎所有人都跑了出来。堂堂图腾龙族的族长大人竟询问一个小辈，正常来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可是询问的是楚风，人们既觉得奇怪，也觉得正常。总之情绪是复杂的，毕竟楚风的确有些特别，似是结界之力，又并非结界之力，在凝聚成功会有答案。楚风说道。图腾龙族族长点了点头。楚风观察所得倒是与他观察所得一样。忽然一股劲风自太古星海内席卷开来，当那劲风出现的一刻，图腾龙族族长立刻站在了所有人的前方。他察觉到了危险气息，但是好在那劲风自太古星海内席卷而来，却最终覆盖太古星海，但却并未走出太古星海，并且很快便消失了。父亲，刚刚好像有某种力量出现了，是隐藏于那劲风之中吗？龙成宇也感受到了变化，正是那劲风，但他不确定，所以不由得看向自己的父亲。是，就是那劲风，是很强的力量，不过只出现了一瞬间。图腾龙族族长道。停止了，是那力量压制住了这雾气的凝聚吗？此时不少人议论起来，那劲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当那劲风出现之后，原本正在凝聚的红色雾气竟停滞不前了。好怪，楚风现在能看出什么吗？女王大人也是忍不住对楚风询问道。无论是那雾气还是刚才的风，力量皆是太强，与我根本不是一个水平，我看不出来。楚风眉头微微皱起，心中升起了一抹担忧。无论是那覆盖海面的雾气，还是刚刚出现一瞬间的劲风，都是远远超出他之境界的力量。不过他担忧不是担忧自己，而是担忧小鱼儿，毕竟小鱼儿如今可是在太古星海之内的。忽然一声刺耳的鸣叫也是自众人后方传来，紧接着大地震荡，狂风席卷而来。定睛观望，只见一个庞然大物正自远处飞掠而来，那是一只巨鸟，通体黑色，似鹤非鹤，似鹅非鹅，但双眼却是血红，似是妖物。它展翅而来，
其长度可达10万米。那肆虐的狂风，正是其扇动翅膀所掀起。吆喝真人，消失这么多年的吆喝真人竟现身了。看到那古怪的巨鹤，许多人议论纷纷。他们显然知道那巨鹤的身份，这是何方神圣？楚风询问道。之所以询问，是楚风发现那巨鹤很不简单，它活灵活现，可身上却散发着远古气息。但最重要的是，楚风察觉到这巨鹤并非活物。吆喝真人本是浩瀚修武界一位非常厉害的界灵师，就连7届圣府都对他发出过邀请，不过却被他拒绝了。但吆喝真人最让他成名的却是他的那只吆鹤，就是我们眼前所见。这吆鹤其实乃是一件宝物，里面藏着不少好东西。对了，尤其对你们界灵师可是有着不少帮助呢。龙城宇道。听闻此话，楚风则是对那吆鹤更加感兴趣起来。而随着吆鹤靠近，楚风能够看到吆鹤的头顶之上的确有着一个人，那个人身高足有2米，可却骨瘦如柴，脸色惨白，就像是身患重病一般，看着有些怪异。想必他就是那吆喝真人了。吆喝真人大人，您可是多年没有现身了，如今再度现身，吆喝是要开启了吗？此时不少人开口询问起来，尤其是在场的界灵师，一个个跃跃欲试，非常的期待。诸位，本真人来这里的确是受吆喝指引，但吆喝可还没有到开启的时间。那吆喝真人说道。听闻此话，原本期待的众人皆是难掩失望。可谁曾想，那吆喝真人话音刚落，原本悬浮在空的吆喝竟飞落而下，落在了地上，随后便张开了嘴巴。做完这个动作后，他便一动不动了。见此一幕，众人一脸不解，因为众所周知，这吆喝并非活物，它乃是一件宝物，哪怕发出鸣叫，也都是闭嘴发出的。吆喝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张开嘴巴，那就是吆喝开启的时候。可是吆喝真人刚刚才说吆喝没有到开启之时，怎么这吆喝就开启了呢？古怪，一切都很古怪，太古星海古怪，就连这吆喝真人也有些古怪。吆喝真人大人，这吆喝是开启了吗？有人问道。何时开启了？刚刚与大家开了一个玩笑罢了。其实正是吆喝开启，本真人才驾驭他来到此地。因为本真人掐指一算，此地是有一些有缘人的。那吆喝真人忽然态度转变，笑盈盈地对众人说道：“那大人，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了吗？”在场的界灵师们再度变得激动起来。之所以会如此期待，乃是这吆喝之中的确会有着一定收获。当然，吆喝既然开启，任何人都可踏入，没有任何限制。吆喝真人此话一出，便立刻有无数道身影御空而起，向那吆喝张开的大嘴飞掠而去。然而下一刻，阵阵哀嚎响彻不断，人们就像是撞到了墙壁一般，轻者龇牙咧嘴，重者劲撞得头破血流。可眼前明明什么都没有，但用手去触摸却会被拦住。无形结界，众人反应过来，是无形的结界拦住了他们，但却不是拦住了所有人，因为有人进去了，是小贝，小贝可以进去。这是针对100岁以上之人的结界。可是以往吆喝开启是不会设下这种限制的，大人为何设下限制啊？不解的众人抬头望向吆喝真人，嗨，诸位，先前本真人说过了，本真人乃是掐指一算，算到此地会有缘人，所以才驾驭吆喝来到此地，而有缘人乃在小贝之中，所以本真人才设下了这个限制。吆喝真人说道：“大人，您的意思是这结界不会取消？那我等此次岂不是没机会踏入了？”众人纷纷询问。吆喝真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吆喝身上飞掠到了嘴巴旁边，用手触摸了一下那无形的结界后，才对着众人点了点头。听闻此话，那些先前还激动不已的界灵师们顿时失望无比。这吆喝真人怎么不对劲啊？女王大人道：“确实不对劲，不知是故意装傻，还是这吆喝脱离他掌控范围了。”楚风也是说道：“之所以这么说，正是这吆喝真人此时表现的很是别扭，他好像根本不了解这吆喝，其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吆喝开启以及那限制结界，他之前并不知晓，只是事后强行来圆罢了。”父亲，我们可以去吗？龙城宇对图腾龙族族长问道。图腾龙族族长先是看了一眼太古星海，随后才看向龙城宇。现在来看，太古星海这僵持的变化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而吆喝开启的时间一般只有1-2个时辰，应该不会耽误什么。你们想去便去吧。图腾龙族族长说道。而见族长应下，在场的诸多小辈也是跃跃欲试起来，毕竟这吆喝可是大名鼎鼎，哪怕他们不是界灵师，也想进去见识一下。龙城宇更是直接看向楚风，楚风兄弟，一起进去看看吧。楚风也是应下，不管这吆喝真人是否古怪，但是这吆喝的确是一件宝贝，倘若其他人进去都会有些收获的话，那么楚风觉得他进去也必然不会白跑一趟。父亲，若是非不得已，我们可以现身吗？动身前，龙城宇又对其父亲问道。当然可以，我们不现身，只是不想现身，可不是惧怕麻烦。你们若想现身，现在都可以。图腾龙族族长这个回答可谓非常的霸道，但也正常，毕竟图腾龙族的实力与地位摆在这里。我现在也不想现身，我也喜欢低调。龙城宇笑了笑，随后楚风等一众图腾龙族小辈便以隐藏的状态飞向了那吆喝。虽然早就知道那吆喝的张开大嘴周围有着一层无形的结界，可是那结界的确对他们这些小辈不会造成阻拦。楚风等人很是顺利的便进入了吆喝之中。这吆喝从表面来看虽是一只巨大的妖物，可内部来看却也与其他遗迹大同小异。从嘴巴进入，先是进入一个深邃的长廊，很快便来到了一座大殿。这座大殿有多道门，但眼下每道门都是关闭状态，因为楚风等人不是第一时间动身的，所以在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小辈，大家都在四下观察，想寻得打开那门的方法。不过这里却是任何提示都没有。楚风要怎么打开这道门？龙城宇看向楚风询问起来。图腾龙族的众位小辈也纷纷看向楚风。经过之前的事情，他们对楚风已是有了一定的信赖，在他们没有方法的时候，会觉得楚风也许有方法，应该是有人数限制，人数限制到了，入口将会关闭，这里的门也将会开启。楚风说道。为什么要搞这种限制？有图腾龙族的小辈表示不解。正常来说是为了公平，让所有人保持在同一起跑线，当然也有另外的可能，那具体的便不得而知了。楚风说道。
而果不其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踏入，后面踏入的人进来的时候，也是传递来了一个消息，那入口果然关闭了。且就在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大殿深处那些关闭的门皆是随之打开，见门打开，便立刻有人想要冲入其中。可忽然一股威压横扫而来，不仅封锁住了那些开启的大门，更是覆盖了整座大殿，将所有人都笼罩在了其中。顺势观望，那威压传来的位置，空间一阵蠕动，随后竟有上千道身影浮现而出。天哪，那难道是？看到这些人，在场的许多人都变得紧张起来，但同时眼中更多的乃是震惊和难以置信。就连图腾龙族的小辈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浓浓的意外与凝重。那些人身上穿着相同的红色长袍，精致且高贵，每一件长袍本身就是一件宝贝。这些人无论男女，长得也都非常的好看，并且他们的眼睛与耳朵都很特别，眉心更是有着一个相同的印记。只从外貌来看，便可得知他们不是人族，图腾凤族，他们居然还存在啊！我还以为他们已经灭绝了呢。此时，图腾龙族的不少小辈脱口而出，虽然隐藏状态下外人听不到，但楚风他们自己人却听得清清楚楚。而听到众人的议论，楚风也是在短时间之内便大概知道了这图腾凤族为何等存在。图腾凤族也是历史悠久的家族，在这个时代初期便存在，甚至曾与图腾龙族齐名。后来图腾龙族越来越强盛，而图腾凤族则是逐渐落寞。就在两个家族差距逐渐拉开之时，图腾凤族忽然消失了，消失的彻彻底底，距今已有数万年之久。对此有着诸多传言，有人说图腾凤族隐退了，也有人说图腾凤族被仇家灭门了。而今日图腾凤族的小辈出现在了这里，并且人数如此之多，并且实力皆是不弱，这足以看出图腾凤族当年的消失应该不是遭遇了仇家，更像是主动隐退。看来大家还记得我图腾凤族。图腾凤族中的一名男子环视了一圈在场之人，此人长相英俊，但却是目中无人，看人的时候嘴角轻蔑，尽显自负之姿。可偏偏此人并非凡类，有着一定资本，他乃是四品半神。那封锁此地的威压，正是由此人释放而出。在下图腾凤族当今族长之子，我名为凤天圣。那男子此话说完，将目光投向了他身旁的一名气质高贵但同样满面自负的女子，而这位乃是我的姐姐凤九月。封锁此地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请诸位留在此地。那四品半神的男子自报姓名，但相比于他的名字，人们更在意他所说的话。这位公子将我们留在此地，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此时有不明真相之人好奇地问道。我说的不够明白吗？那我就说的再明白一点。众所周知，这妖鹤内的好处对于戒灵师帮助更大，而我的姐姐乃是当世少见的戒灵师天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给我图腾凤族一个面子。凤天圣说道。他此话一出，人群顿时就炸开了锅，这分明就是将众人困在此地，他们独享这妖鹤的好处啊！凤公子，图腾凤族也未免太霸道了吧？这里可不是你图腾凤族的领地，这妖鹤乃是妖鹤真人的宝物，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有人不服，怒斥开口。然而那位话音刚落，整个人便倒飞而去，最终狠狠地撞在了此地墙壁之上。是凤天圣出手了，并且出手极为狠辣。那位虽然未死，但却已然是重伤状态。你问我凭什么？凭的就是实力。凤天圣道。眼见着凤天圣竟如此凶狠，哪怕心中不服，可却也不敢有人再表现出来。先不说此地的好处未必就能够得到，就算能够得到，但与小命相比，这里的好处并不算什么。图腾凤族的人好是霸道啊！而就在众人打算听从之时，一道声音却忽然响起。与此同时，龙成宇的身影也是浮现出，是图腾龙族的少主龙成宇。龙成宇毕竟名气极大，所以在场的小辈之中，有人是见过他的。而当龙成宇现身之后，图腾龙族的所有小辈也都纷纷现身，就连楚风也是直接现身。图腾龙族的少爷小姐们竟然来了这么多吗？看到图腾龙族的天才居然有这么多出现在这里，原本已经打算妥协的众人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虽然也有人注意到楚风，但是此时人们却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龙成宇的身上。你就是那个龙成宇？那凤天圣也在打量着龙成宇。既然知道本少爷，便收起你这可怜的威压，别在本少爷面前丢人现眼。此时龙成宇看凤天圣的眼神，楚风见过，就与龙成宇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样，但却更加的嚣张。不过这也正常，他之所以要现身，就是要打压一下这凤天圣的气势的。龙成宇，你是要多管闲事？凤天圣眯起的双眼内已是涌现出了些许寒意。本少爷就是要多管闲事，你能如何？龙成宇问。听闻此话，那凤天圣笑了，而下一刻取而代之的乃是凶狠。他如猛虎向龙成宇扑来，而手掌更是抓向了龙成宇的喉咙，直接对龙成宇出手了。只不过对于他的出手，无论是楚风还是龙木西都丝毫不担心，毕竟他们可是清楚龙成宇是什么实力的。与老一辈的顶尖强者相比，龙成宇虽然仍有不小差距，但在小一辈当中，他无疑是最顶尖的几人之一，还不是这个凤天圣能够碰瓷的。龙成宇不闪不躲，就站在原地，待凤天圣靠近之后，探手一抓，便抓住了凤天圣的手腕。凤天圣的攻势轻而易举的便被其化解。你是五品半神。这一刻凤天圣脸色变化，他直到此时才意识到龙成宇的修为竟然在他之上，比他高出了足足一品。他的消息竟然有误。可龙成宇没有说话，而是胳膊抡起。至于凤天圣就像是沙袋一般，在龙成宇头顶随着他的胳膊旋转，当龙成宇手掌松开之际，凤天圣便如利箭一般射出。这个速度只要正常落地，那都必是重伤。可忽然一道强光出现在凤天圣飞向的位置，凤天圣落入那强光之中，就像是落入了一滩棉花之内，他身上的力道全被卸了下去。本重伤的局面竟硬生生的安然无恙了。那强光乃是结界阵法，而布置这结界阵法的正是凤天圣的姐姐凤九月。黄龙神袍，她竟是一位黄龙神袍。看到凤九月此时布置的阵法，莫说旁人，就连龙成宇与龙木西等人也都是颇感意外。黄龙神袍那可是拥有堪比6品半神战力的境界，小辈之中拥有这个结界修为的，在整个当今浩瀚修武界那可都是屈指可数。图腾凤族
这是转修结界了吗？龙成宇冷笑着说道。虽惊叹凤九月能将结界之术修炼到这个境界，但龙成宇的话语之中仍是充斥着嘲讽之意。那凤九月没有说话，而是手掌对着龙成宇一指，刹那间，无数结界长枪便向龙成宇飞射而来。哼！龙成宇轻哼一声，只见其周身有金色气焰浮现，随后大手一挥，那飞射而来的结界长枪便纷纷瓦解。那可不是寻常的金色气焰，那气焰不仅散发着阳刚正气，隐隐间还有龙鳞涌动，那乃是图腾龙族的血脉之力。在这股血脉之力的加持之下，龙成宇的修为也是从5品半神提升到了6品半神的地步。而此时，一声怒喝响起，是凤天圣出手了。他不仅手持尊兵，其样貌也发生了变化。在样貌变化下，他修为连续提升2品，从4品半神提升到了6品半神的地步。与此同时，凤九月也再度发动攻势，姐弟俩一个修武，一个结界，但配合的却是非常的默契，明显他们之前就有练习过，并且已是非常熟练，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凶狠且霸道的攻势。这对姐弟配合默契，虽是修武与结界的结合，但却宛如阵法一般，巧妙且令人出其不意。这样的攻势，寻常的6品半神还真就未必能招架得住。可是龙成宇却是游刃有余，只凸显2个字：轻松。见到这种战况，楚风便知道这场对决龙成宇必胜无疑。龙成宇有点手段吗？就连女王大人也是不由夸赞起来。他几乎确定龙成宇已是立于不败之地，因为龙成宇本身修为便是5品半神，以他的天赋，凭借血脉之力将修为提升到7品半神，那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龙成宇根本就没有再度提升修为，只是与这对姐弟俩一样，将修为战力保持在6品半神境。但哪怕如此，面对联手的姐弟，龙成宇却是不落下风，并且还是没有亮出兵器的情况下，短暂的戏耍之后，龙成宇也并未打算拖延，因此龙成宇亮出了一把长枪，但那是一件尊兵。要知道，现在的龙成宇可是征服了神兵的，可他没亮出神兵，因为哪怕只是尊兵，却也足以碾压图腾凤族的天才姐弟。没过多久，2声惨叫接连响起。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只见龙成宇手持尊兵长枪立在大殿中央，而图腾凤族的那对姐弟则皆是躺在了龙成宇的脚下。凤天圣右肩被洞穿，正龇牙咧嘴地捂着不断涌出鲜血的伤口。其姐姐凤九月的情况倒是好了很多，但脸上那红肿的印子，明显是被龙成宇的枪杆抽打了一下。胜负已定，虽然龙成宇的胜是人们意料之中，但这获胜的速度却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不愧是图腾龙族的少主。此时，不少围观之人看龙成宇都是充斥着崇拜之色的，莫说是女子，就连男子也是如此。这也正常，人们都有慕强心理，更何况龙成宇还是在他们被欺凌的时候站出来帮了他们。龙成宇此举乃是英雄之举，图腾凤族的全都给我滚出去！龙成宇对凤天圣等人说道：“你狂个屁！”凤天圣明显不服，竟对龙成宇怒骂一声。而他此话刚刚说出，龙成宇手中的长枪便再度刺入他的右肩，随后长枪一挑，鲜血喷溅间，凤天圣的整个右臂都被挑飞。我宰了你！但这一次，凤天圣并未惨叫，反而双眼血红，如同将要暴走一般。天圣！可就在此时，那凤九月却是来到了凤天圣身旁，按住了凤天圣，示意他不要再乱来。虽说凤天圣很是不甘，可是看了一眼他的姐姐，倒也是没有再说话，而是咬牙切齿地低下了头，服了。尽管大家也知道他心不甘情不愿，可至少眼下他没有再继续叫嚣了。虽说图腾凤族的出现让人惊叹，这个强大的家族还存在这个世界上，既震惊也意外。可他们的气焰刚要燃起，就被浇灭了。说来也巧，浇灭他们这气焰的还正是与他图腾凤族有着极大渊源的图腾龙族。虽说只是小辈之间的争斗，可人们也都觉得，就算是图腾凤族的长辈出手，也必然不是图腾龙族的对手。毕竟图腾凤族消失之前就已经不如图腾龙族了，而这么多年的发展，图腾龙族的地位早就极其稳固，是图腾天河真正的霸主，也是浩瀚修武界最强大的势力之一。至于图腾凤族，就算暗里发展多年，但无论是所得资源，亦或者是多后辈的培养，显然都很难与图腾龙族相比。还不快滚！龙成宇再度开口，极为霸道。而先前还打算凭借武力将其他小辈困在此地的图腾凤族小辈，却也只能灰溜溜地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此地。本想凭借武力让他人屈服的他们，此刻却是被他人用武力所驱逐。可就在此时，这大殿内所见的所有墙壁之上，都忽然浮现出了光芒，如荧光一般的光芒，密密麻麻覆盖在了所有墙壁之上。那是什么？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不由得去观察起来。可下一刻，那大殿深处竟出现了强大的风力，那风力极为凶猛，且速度极快，瞬息之间便将所有人吞没。楚风也不例外，被那风力吞没之后，楚风能够听到的不仅是刺耳的风声，更多的乃是撕心裂肺的惨叫，以及如杀猪一般的哀嚎，是先前在大殿的那些小辈们。而对于他们的哀嚎与惨叫，楚风也是知道原因的，正是那将他们吞没的风。被那风吞没之后，楚风只感觉身体像是被刀割一般的痛，这种感觉简直与凌迟之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不过楚风经历的折磨太多了，他对痛苦的耐受程度还是远远强于他人的。在其他人疼的哀嚎不断的痛苦面前，楚风却还能保持体面，至少不至于疼到惨叫。而除了被刀割一般的疼痛之外，楚风还能感觉到自己正在被那风力带着移动，且移动的速度很快，并且伴随着能听见的惨叫越来越少。楚风判断他已经与那些人分开了，刚刚大殿内的所有人都被这股风力所强行分开了。没过多久，那风力消散了，楚风落在一个深邃的岩洞之中，那岩壁是暗红色，再加上那奇特的造型与纹路，以及散发的恶臭，这岩洞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动物的肠道。楚风，你没事吧？恢复平静之后，女王大人关切地问道。好像没啥事。楚风观察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莫说肌肤完好无损，就连衣衫也是完好无损。可此时肌肤传来的余痛让楚风清楚，刚刚所承受的疼痛是真的。可忽然，楚风神色变得凝重起来，